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啊。这个视频的话，你们就比如说真的是对吧？吃饭或者拉粑粑的时候都可以，那稍微听一听，就这么过去了，反正也就这么点时间。你比如说听到你不想听的时候，不想听的那一些车型的时候，你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OK，那么我们开始。我这个频道的话，不知不觉到现在为止已经快要1年了，到1月8号为止正式变成1年。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也算是1年了吧。1年的话，我真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在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领域里面做这些视频，然后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从一开始，然后就自己试驾各种车，然后自己在上面瞎说八说一些东西，也有这么多的人看。其实怎么说呢？现在的话，YouTube 加上哔哩哔哩的话，一共大概有5000多个人吧。YouTube 上的话比较少一点。当时想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大概像我这样的新手，然后做一些这样的视频，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是不是能够做下去？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粉丝的数量的话，基本上也就做个1年的话，顶多也就1000、2000这个样子。没想到在这边的话，已经有4500多了的粉丝量，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这里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之后的话，我会尽量怎么说呢？再做一些比较更加有趣的视频。OK， 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回顾了一下，我这1年里面，我一共试驾了多少呢？40辆车。我一共试驾了40辆车。那么在这40辆车里面当然有试驾的时间长的，有试驾的时间短的，也有上过高速的，也有没有上过高速的。那么在这么多的车里面，选出一辆今年最佳，对我来说的话是今年最佳的车。有很多人肯定会跟我说，那肯定是损了吧，对吧？确实损，在我心中的这个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感觉的存在的。但是，其实呢，损它也有很多的缺点，在日常的生活中它也有很多的缺点从结论上告诉大家，今年最佳的车是哪一台？就是宝马 S1000双 R。有些人很奇怪说，你不是说试驾了这个车那个车的时候，都说宝马 S1000有各种地方都不好，或者其他的车都完全超过了宝马 S1000 的这个感觉，对，没有错。但是它胜在什么地方？就是我骑了那么多的车，40台车，骑下来之后，最后感觉还是回到 S1000双 R。这个是怎么说呢？真的是综合能力来看的话，真的是最强。骑到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比如说同样性能的车，比如说像 S1000单 R 说起来比如说这个也不是一样的嘛，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而且街车的话有比仿赛的这个骑姿更好或者怎么样，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人嘛，对吧？总归有一个浪漫要去追求的嘛，当然是要骑跑车的这种感觉，要的就是那个骑姿骑得非常的不舒服的那种，然后还因为这样的骑姿和比如说之前去秋名山的时候的这种体验，骑这辆车真的是非常的累，然后又非常的不舒服。但这个东西也是其他车无法给你带来的一些东西。怎么说呢？这些东西全部包含进去了之后，今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车就是宝马 S1000双 R。然后比如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这个车跟今年的绝对最佳车型，损来比的话，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或者到底差在什么地方？首先一个损的话，它确实是真的是无可挑剔，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就是它的定位是一个跑旅，大家都知道，这个跑旅的话，它没有办法，就是做的就非常的重，
然后你如果日常的真的把它每天都拉出来，然后去上班什么的话，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做起来就很麻烦，就没有像 S1000这样那么轻巧的车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么小巧的一辆车，比如说你在堵车的时候，随随便便就可以穿。毕竟那么大一个车，有一些条件不太好的路上面，比如说你真的一堵车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往前，就只能跟在汽车后面。那跟在汽车后面的话，就这个离合器就一直要捏着。虽然说隼的这个离合器是非常轻的，但是你也不能在那个路上面一直捏着。而且上班的话，比如我的上班时间的话，基本上在早上堵车的时间的话，要花大概接近1个小时。每1个小时，如果你全部都是堵车，然后你一直在拉离合器的话，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隼的那个发热量，隼的发热量肯定是超过 S1000双 R 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东西的话，你比如说真的在夏天骑隼的话，如果是跑不起来的状态下的话，肯定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烫。S1000的话，它虽然说是很烫，但是因为它的整流罩因为比较小，所以相当一部分的热气还是会散出来的。然后它又做了那个散热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设计。那欧洲人的设计嘛，因为我这个身高的话，比较符合欧洲人的这种身材什么的这个设计。那它的话，这个热气就正好，我骑在上面的话，热气正好可以没有哪里直击我的身体。这样的话，我就比较稍微舒服一点。但是隼的话，那么就是我坐在一个很下面的地方，然后腿都是这样弯起来的。这个腿只要你一弯，那么前面接近引擎的地方就会增多，这个热气就会打在自己身上，腿上面就非常的热。所以呢，这个隼的话，在重量上面和日常的把它拉出来，每天都这么拉出来骑，这个方便程度上面来说的话，还是不如 S1000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S1000嘛，宝马嘛，对吧？有标这个厂商的这个名声的这个加成，对吧？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加成是绝对不能少的。在买公升级的一些车里面，在买一些旗舰车的一些情况下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的，因为摩托车这个东西，你追求到上面的话，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浪漫，追求的是浪漫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去看哪个性能好或者怎么样。看性能看有没有这个车上面有没有加装某个东西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排量的人去一个一个选的。真的在大排量的上面，然后你真的是要去买这些旗舰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上面，你不用去选，都有的。除非是刚刚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比如说车载雷达你要有的话，有可能刚刚几个出来的新车里面才会有。但是，一般的车里面，你需要的东西的话，旗舰的车里面的话，全部都有了，不需要去选这些东西。那你剩下来的就是选什么呢？外观你是不是喜欢，对吧？这个造型你是不是好看然后它是不是个品牌？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有自我的一种满足感？去追求的是这些东西。OK， 那么隼的话，当然了，隼的话，你比如说。真的能够买到隼的话，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隼也是一个最高档次的一个追求了。但是作为我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些我日常使用中是需要它轻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吧？这个虚荣心需要满足一下的有虚荣心的人应该占绝大多数，现在在看我视频的人，基本上也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同样的仿赛 ZX-10这个车，我在骑的时候也说是全面超越了这个性能或者是这个驾驶感上面就是全面超越 S1000双 R 的。但是为什么我最终还是说 S1000双 R 比较好？首先一个品牌这个之前也说过，就拿掉品牌，川崎肯定是比不上的。绿螳螂，这个在女生眼里面的话，就是这个车就是很难看的。当然也有一些说好看的，大多数都是想看川崎的车的话，大家都长得一样，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可以区别的地方。
那么唯一能够区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宝马车的时候，哎，宝马标，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改装件，改装件这个东西上面，今年我把我的车改装了之后，就整体的风格都变了，宝马车的整体风格都全部都变掉了，对吧？尾灯，然后反光镜，然后再加上一个贴花。贴花的话，当然 ZX-10的话也有，但是其他的东西的话，改装件的话出的非常的少，而且一些改装件都是没有非常大胆的在设计整一个车，把它整一个车的原先的那个造型全部改掉，而是在之前的造型上面稍微变动一下，让它稍微不一样一点，没有 S1000双2这么夸张。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这个改装件上面也是很能满足，就是我买了这个车之后，我的之后的一些乐趣。杠石的话，就暂时还没有这些东西，在很多的地方，我也找了杠石的这些改装件，确实是还是现阶段还是比较少的，之后也许会出一些其他的东西，现阶段的话还是挺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装件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比如说宝马的 S1000双2的这个东西，全世界各地都在做改装件，你看可以在淘宝上面也搜一下，非常的多。中国有这么多，国外有这么多，很多的改装件，很多的厂家都做 S1000双2，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车，人气非常的高的一个车。ZX-10R 它的其实改装件现在为止都还非常的少。改装件少，你要去找，突然就比如说你找到一家，你看肯定很贵，因为它少嘛，就只有它在做，那就很贵。但是双2的话，它的改装件这么多，它是便宜，这个的话，对吧？也是一个优势。然后的话，国内比较有人气的V4 的话，我觉得骑在上面的这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真的骑快了之后的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不管是引擎的给人的这个鼓动感，然后声浪这个声音大的真的是扰民程度的大的，你都不需要去改那个别的那个排气，这个声浪够了。不然的话，真的你骑久了之后，那个鼓膜都疼。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然后呢，杜卡迪这个牌子也放在那里，知道的人也非常的多，毕竟意大利的牌子，对吧？然后它又是整个都是红色的这个感觉，给别人一看就是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的话，这个外观上来说的话，和骑乘上来说都没有问题，在外观和骑乘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它对新手非常的不友好。一档脱档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然后发热量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有很多人说这个到挂了空档之后，它就自动关闭2个缸，没有用。我告诉你，真的没有用。你真的堵了一个车之后，你就直接就完了。你要不是比如说你出去的时候，你能够预测到今天会堵车的，我多穿一条裤子 ，OK 没有问题。你没有预测到。你觉得这条路上面，比如说你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完全不会堵车的，突然堵车了，肯定腿上烫伤。这个的话就是杜卡迪最不行的一个地方。这个东西的话，因为你在城市里面骑跑车的这个东西的话，你没有几个人去拿来模拟的，对吧？你跑车的这个东西的话，就像一些汽车的超跑，你在城市里面能够见到一些超跑，对吧？你真的在比如说一些稍微偏远的一些地方，有谁能开着一个超跑过来什么旅游自驾游？你没见过吧，对吧？那杜卡迪也是一样，你不可能骑着一个仿赛，骑个几百公里，然后在几百公里去哪里，然后后面还带了一大堆的那种箱子行李，不可能吧，对吧？你肯定是去的地方都非常近，来回在城市之间，那城市之间的话肯定就会堵车。没有一个城市说是我肯定不会堵车的，对不对？这里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哪里小城市就从来没有堵过车通常有这种，但是基本上
都是会堵车的，从早高峰的时候，晚高峰、早高峰、下班、上班的时候都会堵车。所以你真的，比如说你要买了这个车，你要去通勤一下的，去上个班，这种的话就非常的痛苦。然后另外还有个就是扰民，虽然你觉得，比如说我这个是原厂的排气，但是别人，比如说你一大早就在那里啪就开，对吧？你从小区里面出来，我估计哪天就被别人什么划啦，或者那轮胎戳破啦什么之类的，肯定有。然后另外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喜欢复古车什么的，那为什么说比如说 S1000双2在跟复古车什么的对比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呢？就是因为从这个视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追求的一个浪漫，追求的浪漫这个东西的话，首先一个真的你要骑摩托车，大家从一开始知道摩托车的时候你要去骑摩托车的时候，都对仿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说这个东西才叫摩托车，然后这个东西才是我一开始我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就想要骑的这个东西。大家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仿赛好帅这个开始的，对吧？大部分的人。那这个的话就是S1000双2最大的优势那么最后再讲一点吧，这个的话也是在评论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就是说平时出门什么的都没有小踏板好骑，对这个问题当然了，平时骑肯定没有小踏板好骑，肯定没有小踏板好骑，肯定没有小踏板好骑，这个是绝对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比如说我买了一辆车，我买了一个这么贵的宝马的，然后仿赛，然后满足了我所有的虚荣心，也满足了我对摩托车的这个追求的这个东西。那买来了之后，我不是把它放着看的嘛，对吧？我要用的，我要骑它嘛。你比如说你真的某大佬，不是说你哈，真的比如说你有一辆仿赛，然后你又有一辆小踏板，你每天骑的那个小踏板出去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想想，你当时为什么要买那个公升级的仿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小踏板非常非常的便利，但你既然买了这个公升级的仿赛，对吧？像我的话，我就觉得，我买它，那我肯定每天都骑的是它嘛，我不管，我就出去买个菜，我都想要去骑它。实际上我也是买个菜，我也是骑着它去的，背个包我骑着它去了。之前我也有过小踏板，当时的话是 Vespa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能骑它，我当然没有问题，我也骑过它出去遛过弯，非常的好骑，确实没错。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既然花了这么大一个价钱，满足了自己的所有的需求，不是满足了需求的那个瞬间就好了就没事了。那我满足了这个需求之后，我还要继续增添我的各种买了这个东西之后的乐趣嘛，对吧？所以我的话，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上面，全部能够用双2出去能够去办的事情，能够去开这个车的这个场景上面，我全部都开着双2去的。我也不会去觉得我比如说再买一辆什么小踏板之类的。除了有一点之后可能会增加一辆车，就是什么呢？去跑越野地。但这个对吧？越野地这个东西，你用双2去跑越野地，那就太勉强它了，对吧？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之后再考虑。那么暂时的话，我既然有双2的这个，那我就所有的事情全部用双2去解决，不管它到底是好不好用，对吧？这个就是人的一种追求的一种浪漫，这种感就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不好用，但是我还是开着这个去，就这个感觉。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也已经讲了很久了吧，已经讲了好多时间了那么最后很多小伙伴现在都已经在国内开始买车了，对吧？双2应该现在供货量应该还是能够跟得上的，也没有像其他的车一样要没有抽签要不要什么抽奖什么的，感觉买个车都跟对吧买彩票一样的。所以说 S1000双2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买了这个车，你是绝对不会输给现在所有市面上出来的任何车型、任何牌子绝对是能够满足你的一台车。这个是
比如说你现在想要下单的，或者你现在想要，比如说还在纠结，那个车比如说买起来比较困难，是不是我买个双按？我可以告诉你买双按 OK 完全没有问题。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祝大家元旦快乐，我们明年再见，拜拜。